我是谁？苍白雷光划破墨色云层，暴雨狂灌泥泞大地。水洼里，那抹朱红人影支离破碎。他抱着脑袋，涣散的眼瞳里满是迷茫，黑发贴在眉梢，怒吼在空荡街道里飘了飘，很快被雨幕吞得一干二净。陈岭这个名字撞进脑海的瞬间，一段记忆碎片猛地引身体轮。陈岭忍着割裂般的头痛消化信息。他本是京城剧院28岁的实习编导，地震那天，他独自在舞台排演走位，被掉落的锉光砸中，再睁眼就到了这里。更离奇的是，这具身体的原主也叫陈岭。两段截然不同的世界认知在脑中冲撞，疼得他几乎要炸开。先回家，他靠身体本能往记忆里的方向走，刺骨的雨水顺着细袍往下淌，冻得他不停打颤。终于到了记忆中的家门，他摸遍口袋没找到钥匙，熟练地从门边报刊箱底摸出备用钥匙，吱呀一声，屋内暖光倾泻而出，照亮他苍白的脸，紧绷的神经终于松了些。进屋后，餐桌旁两个眼圈通红的身影猛地转头，是爸妈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妈，有水吗？陈岭的意识快模糊了，精神一放松，困意和干渴瞬间涌上来。他跌撞着进了厨房，一把抱起饮水机上的水桶，仰头狂饮。咕噜声在寂静的屋里格外清晰，水流顺着他的嘴角滴落，在地面聚成小水洼，映出客厅里两张惊恐苍白的脸。阿玲，你是怎么回来的？女人强行压下颤抖，声音发飘。陈岭没听见，只觉得水流太慢，竟直接将拳头粗的水桶口塞进嘴里，咔嚓一声，塑料桶口被他咬碎，咀嚼声混着水流声传来。他仰头猛灌，满脸都是水渍。走回来的。一个清晰的声音突然从陈岭背后传来，可他明明还低着头，嘴唇贴着水桶狂饮，仿佛那声音是从他背后的虚空中飘出来的，像另一个穿红衣的陈岭在说话。雨有点大，我好像迷路了。那声音继续，语气带着几分疲惫。路上摔了几跤，鞋也不见了妈，我把地弄脏了，不急的话，等我明天起来收拾吧，现在太困了。客厅里，玻璃盏中的煤油灯火突然晃了晃，像有只无形的手在戏耍灯芯。爸妈后颈一阵发凉，脸色煞白如纸，僵在原地一动不敢动，连呼吸都放轻了。终于，水桶被喝空了。陈琳抹了把嘴角的水渍，放下桶，转过身，一步一个黑脚印顺着地板往卧室走。爸妈，你们也早点睡吧，晚安。他含糊地说，反手关上卧室门。下一秒，屋里传来重物砸在床铺上的闷响，客厅彻底陷入死寂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那两个像雕塑般的身影才缓缓转头，对视着彼此。摇晃的灯芯渐渐稳定，昏黄的光勉强照亮两人毫无血色的脸。他们颤抖着坐回椅子上，手指攥得发白。他回来了。男人先开口，声音沙哑的像被砂纸磨过。这怎么可能？女人的嘴唇哆嗦着，眼泪突然涌了上来。她盯着地板上的黑脚印，声音轻得像叹息，却带着刺骨的寒意。如果她真的是阿玲，那我们昨晚杀的又是谁？是鬼吗？暴雨砸在窗上噼啪作响，两人的心像灯芯般乱颤。女人咽了口凉气，声音发颤，要不通知执法者？你疯了！男人总算找回些理智，低吼道，执法者一来，我们做的事就全暴露了，绝对不行。那他怎么办？女人眼神瞟向紧闭的卧室门，会不会是灾厄附在阿玲尸体上了？两人沉默片刻，男人猛地抓起门口的黑雨衣，我去埋尸的地方，不管房里是什么，绝不可能是阿玲，我要亲眼看到她的尸体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女人咬牙跟上，比起独自面对卧室里的未知，雷雨天出门反而没那么可怕。两道雨衣身影很快消失在雨幕里。卧室里，沉睡的陈岭睫毛突然轻颤，意识不断下沉，像是坠入无底洞，直到踩上坚硬地面才稳住。噔噔噔，沉闷的击扩声响起，光束刺破黑暗，精准落在他身上。陈岭抬手挡光，适应后环顾四周，朱红细袍，老旧木地板，身后的黑帘幕，头顶的聚光灯舞台。他曾是剧院编导，对舞台再熟悉不过，但上一世的剧院灯光更亮，帘幕不是黑色，地板也没这么旧。是梦？他试探着迈出一步，木地板吱呀作响，刚要走出光圈，另一束追光立刻跟上，将他重新圈在光亮里。谁在操控灯光？陈琳喊出声，回声在黑暗中荡开，格外诡异。这时，舞台边缘的电子屏突然亮起，本该是提词器的地方，此刻跳着红色字：观众期待值29。左下角还有行小字，请不要让观众期待值低于20，否则剧院不保证演员人身安全。观众？哪来的观众？噔噔噔，又是一阵开灯声，舞台前的黑暗像潮水般退去，成百上千把木椅呈阶梯状铺开，组成观众席，而椅子上早已坐满了观众，那是一个个裹在阴影里的类人生物，灯光再亮也看不清模样，唯有无数猩红瞳孔在昏暗中睁开，死死盯着陈岭，目光里满是戏谑与贪婪。
像猫盯着笼里的老鼠。陈岭后颈发僵，转身就往舞台两侧跑。按常，舞台两侧该有出口，可跑到左边是光秃秃的墙，跑到右边还是墙，这舞台根本没有出口。观众席上的猩红瞳孔跟着他移动，像在欣赏一场精彩的逃亡戏。电子屏上的字符跳动起来，观众期待值30。该死的噩梦！陈岭用力掐了自己一把，痛感清晰无比，却没有丝毫要醒的迹象。中场休息结束，请继续表演。屏幕上又跳出一行字，紧接着清脆的铃声从头顶响起，叮铃铃。陈岭还没反应过来，眼前的画面就寸寸崩碎。意识模糊前，他恍惚看到身后的黑帘幕正缓缓拉开。陈岭猛地从床上坐起，被单已被冷汗浸透，胸口剧烈起伏。他环顾四周，确认是自己的卧室，才松了口气。这梦也太邪门了。外面的雨停了，天色依旧昏暗。他喊了几声爸妈，没人应答。屋里静得可怕，这么早去上班了？他喃喃自语，摸了摸空肚子。昨晚的噩梦耗了太多力气，走路都发飘，只好去厨房找吃的。刚进厨房，脚下突然一绊，低头一看，是个被啃得坑坑洼洼的水桶残骸。天冷冻裂的，他记不起昨晚的事，随手把水桶丢到角落，拿起抹布准备擦地上的水渍，可刚蹲下身，他就僵住了。地上的水渍竟在自动滑动，像有个看不见的人蹲在对面，用指尖蘸着水写字。下一秒，透明水渍肉眼可见的变成血红，扭曲的字迹在他面前慢慢成型。我们在看着你。陈岭瞳孔骤然收缩，可眨眼间，地上的血色字符便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仿佛从未出现过。我们在看着你。那几个字像刻进了脑海，挥之不去。他猛地转头，空荡的客厅里竟有种被无数猩红瞳孔凝视的错觉，和噩梦中的感受一模一样。他僵在原地许久，强迫自己深呼吸，试图用科学解释这一切。或许是原主熬夜备考执法者太累，精神紧绷，又或者两个灵魂融合伤了精神。严重的精神分裂确实会出现幻觉。强烈的饥饿感压下恐惧，他抓起菜板上的烤肠，3-2口吞下去，才稍缓过来。得找个精神科医生看看。他懒得洗脸，随手披件黑棉大衣就推门而出。门外的寒气还是让他打了个寒战。这是他清醒后第一次直面这个世界。可抬头望见天空时，还是忍不住爆了句粗口。出尘的光里，漫天飘着如梦似幻的蓝色缎带，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。白天的极光，陈岭站在门口怔了许久，喃喃道：这世界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？路怎么这么难走？昨晚下雨，山路冻住了，小心点。男人擦着额角的汗，磨蹭这么久，天都亮了，还有多远？前面就是乱葬岗，快到了。2道蹒跚的身影爬上山峰，眼前是一片新旧交错的土包，大多没有碑文，只插着木牌或死者遗物。经昨晚大雨冲刷，土包塌了不少，现场一片狼藉。可更让他们心惊的是，乱葬岗外围拉着黄色警戒线，10几个穿黑红服饰的人在里面穿行，脸色凝重。执法者，男人瞪圆了眼，他们怎么会在这？他们发现了。女人脸色煞白，是阿玲，她没死，找执法者了。毕竟他们昨晚才干掉了陈岭，今天人就回来，再加上执法者突然出现，似乎只剩这一种可能。不对，男人死死盯着那些人影。3区执法者处理刑事案件最多来3个，一次性来10几个只可能是灾厄。女人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，男人抓着女人的手腕就往回跑。站住！冰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两人瞬间僵住。一位执法者从警戒线下钻出来，走到他们面前，眯着眼问：你们是什么人？来这做什么？女人结巴着说不出话。男人强作镇定，来看儿子，今天是他忌日，他埋在这，那跑什么？害怕。男人咽了口唾沫，这么多执法者，难道是灰界交汇了？万一有灾厄爬出来，我们怕被误伤，你懂得不少。执法者挑眉，女人小心翼翼地问：真的有灾厄出来吗？这是机密。执法者淡淡道：今天探不了了，回去吧，在这里看到的不许外传，规矩该懂吧？男人松了口气，转身就要走。等等，两人心脏猛地一沉，留个姓名住址，保密条例要求，谅解下。执法者掏出纸笔，沉默。李素兰，3区寒霜街128号。执法者记录完，放他们离开，转身穿过警戒线，将文件递给一个披黑大衣的男人。蒙哥，问过了，来看儿子的。韩征叼着粗卷烟，深吸一口，烟气混着哈气散在冷风里。他扫了眼文件，平静道：派几个人跟着，他们有问题。寒霜街到这少说10几公里，他们这个点到，最晚凌晨4点多就得出发，那时候雨还没停，谁会天不亮冒暴雨来山上祭拜？韩征顿了顿，再说这是乱葬岗，埋的都是无亲无故或客死他乡的人，他们当父母的怎么会把孩子埋在这？被称作僵情的执法者拍了下脑袋，对，我怎么没想到你当年是怎么过的执法者考试？
韩征瞥了他一眼，江晴干笑两声，转移话题。蒙哥，昨晚真有灾厄从灰界爬出来吗？韩征没回答，从怀里摸出个巴掌大的仪器，中央是罗盘式的指针，标着不同颜色的刻度，这就是灾厄指针。江晴伸手想摸，手背被狠狠抽了一下，这玩意金贵的很，等你升了执法官再说。韩征道，这是测灾厄危险等级的，打开后指针指哪个区域，就说明附近有哪个量级的灾厄波动，要是只有灰界交汇没灾厄，他就没反应，灾厄等级越高，指针晃得越厉害。江晴点点头，有些担忧，应该没灾厄出来吧？大概率没有，真有的话，2区3区早乱了。韩征说着，打开了灾厄指针，周围的执法者都好奇地看过来。1秒、2秒、3秒，指针毫无动静。就在韩征松口气时，指针突然疯狂抖动起来，他在不同颜色区域间横扫，仪器里传出刺耳的吱嘎声。韩征瞳孔骤缩，下意识松开手，无数零件崩飞，锋利的指针断口擦过韩征脸颊，留下一道猩红的血痕。灾厄指针炸了！寒风裹着诗意刮过，陈琳猛地打了个喷嚏，哪怕是前世在北方待惯了，他也扛不住这地方的冷天上挂着大太阳，却连一丝暖意都透不下来。让让让让！懒洋洋的喊声从前方传来，陈琳回神，下意识贴到路边。道路尽头，一辆3轮车慢悠悠驶来，骑车的少年蹬得费力，后座另一个少年身旁摆着2大桶盐，正用勺子舀起盐粒撒向结霜的路面，盐粒落处，冰霜很快化开。哟，陈琳！撒盐的少年瞥见路边人，眉头一挑，大学霸怎么在这？不是去考执法者了吗？被刷下来了。陈琳看着那张脸，一段记忆立刻涌上，这是赵乙，跟他从小住一条街，天生善妒。高中时陈琳成绩好，赵乙母亲总拿他当例子对比，让赵乙看他格外不顺眼。文试过了，还有武试。陈琳站在路边，语气平淡，那祝你考运隆昌。话刚落，赵乙舀起一大勺盐，故意往路边挥，盐粒劈头盖脸洒在陈琳的头发和棉袍上。陈琳没料到他来这手，赶紧抬手拨掉盐粒，回头瞪向3轮车时，赵乙早已晃悠着远去，还把一只脚搭在盐桶上，冲他吐舌做了个鬼脸。陈琳今年28，早经受过社会搓磨，面对这种幼稚的恶作剧，只觉得又气又好笑。他没打算追上去计较，只暗自记了这事，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刚要迈步，余光扫过脚下，陈琳忽然顿住，沾了盐粒的冰霜正在融化，地面留着淡淡的白痕。就在那一瞬间，一行文字凭空浮现：观众期待值27。没等他反应，盐粒彻底化尽，那行字也跟着消失，仿佛只是眨眼间的幻觉。陈琳用力揉了揉眼睛，喃喃道：不会吧？紧迫感瞬间攥住心脏，他不再耽搁，加快脚步，径直往诊所冲去。几分钟后，陈琳推开了诊所的门，说是诊所，其实就是寒霜街上的一户2层民房，外墙土灰，造型方正，却已是这条街上不错的住处，至少能挡风。是你？误桌后，披白大褂的男人侧身看来，又来给你弟弟拿药，他不是转去2区医院了吗？这次不是阿燕，是我自己。陈琳走到桌前坐下，手指不自觉攥紧了衣角，神情带着明显的紧张。他弟弟之前在这住过院，他跟这位林医生也算熟。哦，你哪里不舒服？林医生问。我脑子不太舒服，是物理性的头疼，还是我最近好像出现了幻觉？精神科。林医生眉头一挑，抬手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，神情认真起来。这我倒擅长，说说你的情况。我昨晚做了个梦，梦到自己站在舞台上，台下有好多观众，我看不清他们的脸，但能确定不是人类。我在台上拼命跑，却怎么也找不到出口。解梦不在我业务范围内。林医生打断他，我知道。陈琳深吸一口气，声音压低了些，但我醒了之后总觉得他们还在看着我。这话让林医生来了兴趣，觉得自己被窥视，不像是单纯的感觉，他们好像就在我脑子里，坐在观众席上，盯着我的一举一动，我就像个被迫上台的戏子，只是用来取悦他们的工具。你是说，你的人生是舞台，你是唯一的主角？意思差不多，但没这么正能量。陈琳摇头，那这些观众除了看你，还做过别的吗？陈琳沉默了几秒，语气犹豫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他们好像能影响我周围的东西，影响现实。这听起来有点玄幻了。林医生说着，拿起桌角的茶缸喝了一口，刚要再开口，脸色突然骤变，猛地捂住嘴，一口猩红的血从指缝间喷了出来，溅在地面上。林医生，陈琳吓了一跳，起身要扶。您这是得了什么病？不对。林医生抹掉嘴角的血迹，指尖触到冰凉的液体，他盯着手上的血，眉头拧成一团，随即目光落在桌角的茶缸上，缸里满满当当装着粘稠的血液，暗红色的液体还在微微晃动。林医生脸色彻底沉了，他清楚记得1分钟前刚往茶缸里泡了包普洱，
期间诊所里只有他和陈琳2个人，陈琳全程在他视线里，既没机会也没动机换茶水。这一缸血就像变戏法似的，凭空出现在茶缸里。陈琳也反应过来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他声音沙哑，一字一顿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他们也许真的存在。林医生盯着茶缸里的血看了许久，才缓缓抬眼看向陈琳。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？1天。陈琳顿了顿，补充道：从我意识清醒开始算，只有1天。那意识清醒之前，你在做什么？陈琳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幅画面，昨晚的暴雨中，他踉跄着在街头行走，雨水浇透了他的衣服，四周一片模糊。他皱着眉，摇了摇头，我不知道，记不清了。所以你不确定症状是不是从昨晚开始的，而且没有昨晚之前的记忆。对，林医生再次推了推眼镜，语气变得严肃，你被灾厄附身过吗？或者换个问法，昨晚你遇见过灰界交汇吗？灰界交汇，陈琳对这个词有印象，原主的记忆里似乎残留着相关信息，但具体细节却模糊不清。别告诉我你连灰界都忘了。林医生起身，将茶缸里的鲜血倒进下水管，声音沉了下来。大灾变前，有人提出过平行时空假说，宇宙里藏着无数时空，像烛火点燃的光线，向所有可能性延伸，永不相交。可自从赤色流星划过，一切都乱了，各个时空震荡，一个诡异的灰色世界开始和现实重叠。林医生洗完茶缸，没倒里面的水，直接放在桌上，水流因刚才的动作晃出波纹。他撕下一张纸片贴在水面上，波纹很快浸湿纸片，小水渍逐渐蔓延，最终浸透整张纸。起初只是小范围交汇，后来重叠区域越来越大。灰界的物质和生物闯进我们的世界，现在人类的栖居地只剩9座，其他地方全被灰界占了。林医生指着湿透的纸片，那世界的天空是灰色的，所以叫灰界。灰界与现实交汇时，会发生各种诡异事件，还会出现灾厄，就是灰界的怪物。遭遇过交汇或灾厄袭击的幸存者，8成会精神失常，大多终身治不好。林医生看向陈琳，我怀疑你的情况和灰界有关，再想想，你到底有没有遇到过灰界交汇，被卷进去过？陈琳拼命搜刮原主的记忆，可昨晚的片段只有暴雨中踉跄的身影，其他全是空白。他苦涩地摇头，我不知道。林医生思索片刻，从抽屉里摸出信纸，快速写了几行字，你的情况不是普通精神问题，我治不了，但我认识一位医生，专管灰界污染的后遗症，或许能帮你。那是他的成神之路。成神之路？陈琳眼前一亮，连忙追问，我去哪找他？他住极光城，平时爱云游义诊，哪有疑难杂症就往哪去。林医生把信递给陈琳，你把信交给极光城门口的执法者，留下姓名住址，他们会转交，最多3天。那位医生会主动找你。多谢。陈琳接过信，心里的紧迫感稍缓。其实路上看到严厉画出的文字时，他就觉得这事没法用，并解释来诊所不过是走投无路的尝试。林医生提到的成神之路，让他忍不住猜想这个世界是不是有独特的修炼体系，不然按林医生说的，人类早该在灾变和灰界入侵中灭绝了。不用谢，替我给你弟弟问好。林医生笑了笑，他还在2区住院，下次探望时我一定带到。陈琳道别后推门离开，身影渐渐消失在极光流转的天空下。林医生望着门口，双眸微眯，低声呢喃，戏子吗？寒风裹着冷意刮过，陈琳裹紧棉袍往家走，脑子里反复琢磨着观众期待值。第一次在梦里见屏幕，期待值29，我逃命时涨到30，来诊所的路上跌到27，刚才林医生遇怪事又回到29。如果观众真在我脑子里，这些数字不是幻觉，那什么会影响期待值？陈琳脚步没停，思路却越来越清晰。每次期待值变动都伴随着一件事发生，难道这些事就是舞台上的情节？情节越有意思，越能吸引观众，期待值就越高。他想起屏幕上的警告，期待值低于20，不保证演员人身安全。虽然不知道具体有什么危险，但观众能干涉现实，比如林医生的茶缸变血，万一期待值太低，自己恐怕会成他们的泄愤工具，被恶搞致死。看来得主动设计情节，试试。陈琳喃喃自语。阿玲，吃早饭没？街边早餐铺里，一个缠着头巾的大叔正扇着灶台，见了陈琳就热情招呼。陈琳认出他是赵乙的父亲赵叔，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，没呢。赵叔，陈琳嘴角微扬，朝铺子走去，来，叔给你弄豆浆油条，昨晚暴雨湿气重，不吃点暖的可不行。赵叔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豆浆，又递过2根刚炸好的油条。陈琳掏出口袋里的3枚铜币递过去，却被赵叔推了回来。叔请你吃，哪能要你钱？有空多帮小乙补补功课，叔天天给你送早饭。赵乙不是已经毕业了吗？还要补课，
陈岭故作疑惑，就他那点分数，分配不到工作，我想让他复读，总不能一直打零工。赵叔叹口气，脸上满是无奈，还是阿玲你好，聪明又孝顺，要是小乙能像你一样考上执法者，我做梦都能笑醒。可惜这小子不争气。陈岭夹油条的手顿了顿，犹豫片刻后开口，赵叔，你知道赵乙为什么学习差吗？啊，为啥？赵叔眼睛一亮，连忙追问。陈岭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摇了摇头，算了赵叔，当我没说，我答应过他保密。别，赵叔急了，顺手给陈岭碗里加了个卤蛋，手都挠红了。阿玲，我知道你是小乙的朋友，但我是他爹，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大，天天起早贪黑挣钱供他上学，就想他以后能好过点。你要是知道啥，可得跟我说，咱都是为了他好。看着赵叔急切的样子，陈岭像是下定了决心，语气沉了沉。赵叔说的对，我也不忍心看赵乙这么堕落下去。堕落？他到底咋了？赵叔的声音都有些发颤。他谈恋爱了。陈岭缓缓说道。啊，这小子还有这本事？赵叔愣了愣，语气里竟带着点意外的欣慰。陈岭咬了口油条，抬眼看向赵叔，淡淡吐出3个字：跟男的。陈氏编导法则第9条，创造并发展情节，核心是设置矛盾冲突，若故事矛盾不足，便用误会推动。陈岭脑海闪过前世当编导时归纳的法则，眸底掠过一丝笑意。下一秒，豆浆表面印出2行淡字：观众期待值3，当前期待值32。看到数字的瞬间，陈岭确认自己猜对了。对面的赵叔脸色肉眼可见的僵住，从最初的茫然到震惊，最后沉浸死一般的沉默里。赵叔，我本答应小乙保密的。陈岭叹了口气，语气带着为难，可您就他一个儿子，总盼着传承香火吧。而且他天天跟那男生混在一起，哪还有心思复读？他顿了顿，补了句关键的：今天我还看见他坐在那男生车后座，笑得多开心。赵叔的身体开始发颤，双手攥成拳头，呼吸越来越粗重。好叔知道了。他努力挤出笑容，却显得格外瘆人。谢谢你，阿玲。对了，叔，这事您千万别说漏是我讲的，我答应过小乙，放心，叔懂。陈岭喝完最后一口豆浆，起身道别，而赵叔像没听见似的，闷头在铺子里翻找。几分钟后，拎出一根拳头粗的木棍，坐在店门口的板凳上。寒风扫过街道，掀动他额间的毛巾和稀疏的头发。他单手拄着棍，满是血丝的眼死死盯着街尽头，活像个蓄势待发的武将，杀气腾腾。陈岭并没真的走远，而是绕到巷子里，躲在树荫后，正好能看清铺子全貌。没多久，一辆3轮车晃晃悠悠从街尾驶来，赵乙翘着2郎腿坐在车边，2桶盐已空，他把玩着几枚铜币，嘴角快咧到耳根。嘿，赚钱也没那么难，乙哥，不难的是你，骑车的是我。前面的少年站起身登车，气喘吁吁，都是兄弟，分那么清干嘛？赵乙摸出2枚铜币塞过去，喏，给你的。不远处的赵叔看到赵乙伸手碰少年腰肢，眼皮猛地一跳。乙哥，我骑了1天车，就给2块。少年瞪圆眼，你从路管局领了20，骑车是体力活，撒盐是技术活，我当然分得多。赵乙懒洋洋应着，从车上跃下，冲少年挥挥手，明天老地方等你，敢不来，见一次打一次，明白吗？他攥着剩下的18枚铜币，昂首挺胸往自家铺子走。少年敢怒不敢言，只能垂头丧气的登车离开寒霜街。没人敢惹赵乙这恶霸，被白嫖1天也只能认了。老爹，我回来了。赵乙迈着大步进门，手里的铜币叮当作响，从没这么底气足过。可刚到店门口，一股寒意突然袭来，手握木棍的赵叔缓缓站起，气氛瞬间降到冰点。他怒视着赵乙，像握枪的将军般步步逼近。老爹！赵乙瞥见那根棍，下意识往后退。就是他，是吧？赵叔指着远去的少年，手都在抖。小王八蛋，书不好好读，就搞这些乱七八糟的。你要是跟女娃娃谈，我也就认了。你他妈找个男的能给你生孩子，能给老赵家传宗接代，你是想绝我的后？赵叔边骂边拎着棍追打，赵乙疼得嗷嗷直叫。半条街的邻居都探出头，围在附近指指点点，脸上满是震惊。陈琳眼前的数字不停跳动，观众期待值111，矛盾够了，但出场人物还不够。陈琳的目光落在远处的3轮车旁，那少年还没走太远。小六，他喊了一声。正愣着吃瓜的少年回过头，阿林哥，你也在这？今天融雪，小乙给了你多少钱？2块。小六脸上满是怨愤，他说好了分我大头，结果就给这么点，还威胁我明天继续当苦力，想报复他吗？陈岭盯着他的眼睛，想让他以后再也不敢欺负你，见了你就绕着走吗？想。小六的声音格外坚定，那我教你。陈岭凑过去，低声说了几句。就在这时，赵乙已经被追得没了力气，一边躲一边喊：老爹别打了，我真没搞基，我发誓
我只喜欢女的，尤其是丰满的那种。围观众人嘴巴微张，眼神变得若有所思。赵叔的脚步也慢了下来，疑惑地问：“那你跟骑车的男娃到底啥关系？”“就是普通朋友。”“真的？”“当然是真。”小乙哥一声喊打断了赵乙的话。小六拨开人群，疯了似的冲过来，张开双臂抱住赵乙，用后背挡住了赵叔挥来的木棍。赵乙僵住了，赵叔也僵住了。“你！”赵乙大脑一片空白。小六顶着通红的眼睛，抬头对赵叔大喊：“要打就打我，不许打我！”小乙哥。空气瞬间死寂，陈琳眼前的数字疯狂跳动，观众期待值2222。那天下午，寒霜街的惨叫声几乎没断过，始作俑者陈岭却撑着脑袋坐在树下，一边和围观群众一起吃瓜，一边紧盯着观众期待值的变动。起初，赵叔每打赵乙一下，期待值都会小幅上涨，可几次之后便停了下来，最终定格在48。又看了会，数值反而掉了1，成了47。显然，观众也觉得腻了。我脑子里这些观众不会全是乐子人吧？陈岭暗自嘀咕。这次实验让他彻底确定，观众期待值随他的行动变化，事件够精彩就涨，长时间没乐子就跌。可若想把期待值稳住20以上，就得不停制造精彩情节。今天是赵乙先挑衅，且对方是街霸，教训下无可厚非，但总不能天天干这种事。照这样下去，自己岂不是要成为祸人间的魔头？陈岭越想越心累，眼下唯一的指望只有林医生提过的极光城。医生，或许对方能驱散他体内的灾厄污染，把他从被动乐子人的轨迹里拉出来。就在他沉思时，3声低沉的钟声突然从远方传来，穿透空间，回荡在天地间。当当当！听到钟声的瞬间，周围人的脸色全变了，连正追着赵乙打的赵叔都停了手，错愕地望向远方。3声灾钟，一位老者脸色煞白，这怎么可能？灾钟是执法者的预警，说明区内查到灰界交汇痕迹，有灾厄入侵了。有人急声道：“不是说极光界域有极光守护，10年里灾厄都没超过3次吗？那灾厄在哪？别问了，赶紧回家。没事，别出来。”众人脸色清一色惨白，刚被打得嗷嗷叫的赵乙更是两腿一软，直接跪倒在地，大地微微颤动。陈琳转头望去，10余匹快马正疾驰而来，马上骑手穿着黑红制服，腰间挎着手枪套，神情凝重的吓人。疑似高危灾厄出现，3区全线封锁，任何人不得进出，留意可疑迹象。凭空出现的道路或建筑，长相怪异的生物，行为反常的人，发现异样立刻向执法者报告。所有人配合调查。执法者的喊声传遍寒霜街，甚至覆盖整个3区。伴着残响的灾钟，一股紧张感压得人喘不过气，没人再有心吃瓜，全急匆匆往家赶。赵乙挨了个耳光后，也被赵叔骂骂咧咧地拖进了屋。陈岭独自站在树下，正准备回家，落叶堆里突然闪过2行字：观众期待值18，当前期待值65，期待值暴涨。让他一愣，下一秒，一个毛骨悚然的念头窜进脑海：他们不会是冲我来的吧？与此同时，3区执法者总部，昏暗的日光透过半球形琉璃穹顶，折射出斑斓微光，照亮室内。一面10几米长的旗帜悬在中央，黑底之上，2只青色六角星辉交叠，像极了北极夜空的星辰。旗帜下，10几名黑红制服的执法者笔挺站成一排，神情严肃，似在等待什么。随着大门推开，5位披黑色风衣的执法官并肩走入，走在最中间的韩征，风衣下摆绣着4道银色纹路，其余4人各有3道。见他们进来，所有执法者同时立正。情况怎么样？韩征沉声问。灾钟已敲响，3区全面封锁，但还没找到那只灾厄的踪迹。一位执法者犹豫着开口：蒙哥，灾厄指针自毁意味着什么？指针自毁只有2种可能。韩征语气平静：第一种，有特殊灾厄降临，其能力会让指针失效，但这只存在于理论，至今没发现过这类灾厄。他顿了顿，继续道：第二种，有9级灭世及灾厄入侵，其残余能量超出指针承受极限，导致自动爆开，灭世级。众人脸色瞬间惨白。不用慌，韩征身旁的执法官轻笑：灭世及灾厄能灭绝整个人类界域，灰界里也没几只，真要是他降临，别说3区，极光城都得瞬间灰飞烟灭。众人这才松了口气，那就是特殊灾厄，目前只能这么推断。韩征摇头，但指针坏了，没法评级，除非他主动现身，我们交手后才能判断。现在最要紧的是全员地毯式搜索，在他伤人前找到他。可我们人手不够，调用预备席执法者。前几天文事不是结束了吗？把合格的人召集起来，告诉他们，这就是武士。寒霜街陈岭家门口，陈默和李素兰站在门外，满脸犹豫。在他们眼里，这座房子早被死而复生的灾厄占据，昨晚乱葬岗遭了灰界污染，屋里的陈岭、
大概率是伪装成人的灾厄。现在怎么办？李素兰咽了口唾沫，声音发颤。还能怎么办？陈默深吸一口气，眼神狠了些。进去拿上值钱的，赶紧跑去5区或6区，越远越好。可他要是在里面，他已经走了。陈默盯着门口的泥脚印，语气笃定。李素兰松了口气，掏出钥匙开门，两人冲进去，只拿钱币和贵重的，笨重的都不要。陈默喊着，直奔卧室。李素兰则去客厅。陈默把抽屉里的钱塞进口袋，看到床头的防身斧头，犹豫片刻也塞进麻袋。家里不富裕，这点家当是他们亲手挣的，实在舍不得丢。李素兰塞了3件棉麻衣服，确认没落下东西，匆匆到客厅汇合。两人扛着麻袋要走，李素兰突然顿住，我们走了，阿燕回来怎么办？先去2区接她，再一起跑。陈默果断道，他会找哥哥的，他哥哥已经死了。陈默伸手去开门，锁孔突然传来嗖忒嗖的钥匙转动声，两人瞬间僵在原地。门缓缓打开，陈琳走了进来，看到扛着麻袋的两人，疑惑皱眉，爸妈，你们要去哪？陈默和李素兰像见了鬼，脸色煞白。恰在此时，窗外快马疾驰，执法者的呼喊穿透街道，疑似高危灾厄出现，3区全线封锁，任何人不得进出，留意行为反常的人类，发现异样立刻报告。声音渐远，狭窄的屋里陷入死寂。陈岭看他们浑身发抖，又瞥了眼麻袋，温声安慰，别担心，灾厄不在这附近，街上好好的。陈默和李素兰沉默着，没接话。陈琳也无奈，刚才看到期待值暴涨到65，他就猜乐子可能是自己。原主昨晚记忆消失，又赶上灰界灾厄，执法者要找的说不定就是他脑子里的观众，可自首大概率会被一起干掉，只能先躲躲。他伸手接过李素兰的麻袋，妈，现在封锁了，跑不出去的，难道要露宿街头？李素兰被吓得魂飞魄散，听完才勉强回神，干笑，你说的对，爸，你也放下吧，我们逃了，阿燕怎么办？陈默咽了口唾沫，死死盯着陈岭，想找出灾厄的痕迹，却只看到熟悉的模样。可他清楚，眼前的人不是陈岭，真正的陈岭已经死了。你们坐会，我去倒杯水。陈岭拉开椅子，转身进了厨房，两人对视一眼，乖乖坐下。对了妈，今早你留的烤肠真香，怎么做的？陈岭在厨房随口问。烤肠？李素兰茫然，昨晚他们去了乱葬岗，根本没留烤肠，就是菜板上那根。李素兰猛地想起什么，脸色惨白如纸。陈默压低声音，你留烤肠了？梅菜板上本来放的是削骨刀，刚才收东西时刀没了。李素兰哆嗦着回答。陈默的脸也瞬间变了色。厨房门口，陈岭背对着他们继续说，就是有点硬，妈明天烤软点吧。客厅彻底安静，陈岭端着水出来，见两人脸色更白，疑惑坐下，你们不舒服吗？没事。陈默深吸一口气，用脚悄悄勾过地上的麻袋，声音镇定了些。阿玲，昨天的事你还记得吗？记不清了。陈岭摇头，怎么了？没事。陈默抿了口 water， 抬眼直视他，我们对你怎么样？很好。陈岭语气真诚，当年你们不收留我，我早冻死了。你们供我上学，我的一切都是你们给的。陈默眼中闪过一丝释然，声音轻了些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沉重。如果阿燕病了，只有你的心能救她，你愿意吗？陈岭愣住了，破碎的记忆突然涌上，头阵阵发疼。原主昨晚好像也听过类似的话。他抱着头，神情痛苦。阿燕是我们亲生的，你妈为了怀她，吃药把身体吃垮了，10年才盼来这一个孩子。陈默的声音发颤。2区的神巫说，只要一颗20岁以下的年轻心脏，就能换阿燕衰竭的心脏。阿燕叫了你那么多年哥哥，我们从没求过你，就这一次你愿意的，对吗？陈默的眼神里满是恳求，像个等待原谅的孩子。陈琳忍着头疼，终于想起昨晚的片段，沙哑开口，原来是你们杀了他。阿燕知道吗？他不知道，知道了宁死也不会要。陈默从麻袋里缓缓掏出那把锋利的斧头，双手紧握，双眸通红。阿玲，你已经死了，不该在这里，不管你是什么东西，我让你解脱。昏暗的天穹闪过一声低沉的雷鸣，斧头被高高举起，狠狠挥落，砰！温热的液体溅在陈默脸上，猩红的血在地板上绽放。陈岭直挺挺倒在地上，斧头嵌入脖颈，几乎斩断头颅。他双瞳涣散，脸上还流着痛苦与不解。陈默胸膛剧烈起伏，汗水浸透衣衫。李素兰瘫坐在椅子上，哆嗦着问：死了？灾厄呢？不知道。李素兰盯着尸体，突然喃喃：有没有可能他不是灾厄，是上帝给我们赎罪的机会？陈默惨笑一声，如果是，那我们真该下地狱了。说不定那灾厄太弱，一斧头就砍死了。李素兰又补了句。陈默没接话，盯着血泊中的身影看了许久，转身从厨房摸出一把菜刀。你要干嘛？李素兰追问。
剖开他胸膛，看看心还在不在。沉默声音沙哑，至少得知道我杀的是怪物还是救赎。他半跪在尸体旁，刀锋艰难划开胸膛。李素兰脸色惨白，捂嘴冲进厨房剧烈呕吐。几分钟后，沉默站起身，语气复杂：空的，他没有心脏，没心脏怎么活？不知道，但现在他死了，尸体怎么办？葬地窖外面全是执法者，运不出去。沉默拖开桌角，掀开厚重木板，露出阴暗的地窖。这年代没有冰箱，全靠地窖储粮。他刚要把尸体丢进去，瞥见狰狞的脖子伤口，又停了手，把阿燕的戏服拿来，至少让她穿得体面些。可昨晚他就是穿那件回来的。李素兰发颤，沉默想起昨晚的惊悚场景，没再坚持，算了，就这样。他将尸体丢进地窖，盖好木板，压上桌子。李素兰捏着鼻子清扫血迹，尽管胃里翻江倒海，还是硬撑着干活。嘟嘟嘟，急促的敲门声突然响起。李素兰心脏一紧，猛地看向沉默，别理，装没人。两人屏住呼吸，可敲门声越来越重，随后传来低沉的喊声：执法者问话，开门。两人脸色骤白，沉默犹豫片刻，给李素兰递了个眼神。吴乱换了件上衣，扣子都没扣齐，就走向门口，只开了一道缝，侧身站出去关上门。执法者大人，有事。淅淅沥沥的小雨落下，门外两个黑红制服的执法者脸色阴沉，敲这么久为什么不开？刚在睡觉，穿衣服费了点时间。沉默讪笑，执法者扫了眼他没扣好的衣服，神情稍缓。是陈岭家？是。他人呢？早上出门还没回，等他回来把这个给他。执法者递过一份文件，2区3区全境封锁，临时招募通过文试的预备执法者，他在名单里。明天早上7点到3区执法者总部集合，不去算自动放弃。沉默心头一跳，面不改色接过，好，一定转交。执法者离开后，沉默松了口气，推门进屋。刚进门，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传来，像指甲划黑板，让人毛骨悚然。李素兰缩在墙角，浑身发抖。见他回来，颤抖着指向厨房。厨房中，一道朱红身影背对他们，垂着头，似在咀嚼什么。沉默大脑瞬间空白，那是个脖子几乎被斩断的少年。猩红血肉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，左手握菜刀，右手捏染血的斧子，正往嘴里塞，似是察觉到动静。红衣身影缓缓转身，是陈岭，没了心脏，差点被斩首的陈岭。他腮帮鼓起，咀嚼着金属与木头残渣，涣散的双瞳像兽目，诡异又森然。爸，一个沙哑的声音响起，我饿。陈岭做了个梦，乌云密布的下午，他从郊区练武场回来，满头大汗，推开家门。桌上摆着一只奶油蛋糕，那要200铜币，是家里绝对负担不起的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他疑惑。父母坐在桌边，眼圈发红。今天阿燕要手术了，他很高兴，弟弟的先天心脏病终于有救了。前几天父母说找到2区的医院能治好阿燕，他开心的吃完蛋糕，意识却突然昏沉，趴倒在桌上。最后看到的是母亲李素兰捂嘴痛哭，父亲的声音传来：对不起，阿燕需要一颗心脏，你会愿意的，对吗？他想张嘴，却陷入昏迷。后来他感觉自己被塞进袋子，雨水打在袋上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他被抬到桌上，胸膛被剖开，有东西被取走。再后来，他被套上一件衣服，在大雨中埋进土里，周围只剩黑暗与死寂。黑暗中，陈琳猛地睁眼，头顶聚光灯接连亮起，照亮舞台中央的红衣身影。他撑着地面，摇摇晃晃站起，脸色发白，怎么又回来了？目光下意识落在舞台中央的屏幕上，瞳孔骤然收缩。观众期待值1，观众期待值1，当前期待值67，监测到失去演员连接，演出中断。观众期待值50，当前期待值17，警告，警告！观众开始介入演出。沉默喉结滚动，咽了口唾沫，声音发颤，没心脏，头都砍了，怎么还能动？还有这戏服我们没给他穿，我不知道。李素兰彻底崩溃，语无伦次。她从地窖爬出来，就穿着，就是昨晚埋她10匹的那件。她是鬼，来讨命的鬼。放屁，这世界没有鬼。沉默双腿发软，却还是捡起地上的餐刀，刺向陈岭面门。他杀过陈岭2次，就敢杀第3次。在他看来，这灾厄除了吓人，似乎没那么恐怖。餐刀划破空气，却在触到陈岭前骤然停在半空。沉默拼命用力，刀刃却纹丝不动，像被无形的手死死卡住。嘻嘻，诡异的笑声从陈岭身后传来。下一秒，餐刀凭空消失，沉默手里只剩一张细长的红纸。陈岭咽下嘴里的斧头和菜刀残渣，双瞳涣散地盯着沉默，缓步上前，机械沙哑地重复：爸，我饿。3个字让沉默头皮发麻。他毫不怀疑，下一秒自己的脑袋会被塞进对方嘴里，骨头不会比金属硬。跑，找执法者。
陈默转身就往大门冲，眼下只有执法者能救他，哪怕之后要为杀人、盗器官坐牢，也比丢命强。李素兰被喊回神，连滚带爬冲向大门，趁陈岭盯着陈默，他伸手去抓门把手，却抓了个空不光门把手，整扇门都变成了红纸上的画像，从3维缩成了2维，根本打不开。嘻嘻嘻嘻，密密麻麻的笑声从四面八方涌来，仿佛屋里挤满了看不见的身影。红纸在李素兰周围飞舞，她恍惚看到无数张诡异的脸，尖叫着后退，最终双眼一翻，瘫倒在地，失去知觉。观众期待值1，当前期待值16。与此同时，陈默脚下一空，重重摔在地上。他回头一看，整个地面都化作红色，像波浪般涌动。看着步步逼近的红衣陈岭，他惊恐大喊：“执法者说的对，你是灾厄，篡夺阿玲身体的灾厄！”红衣陈岭停下脚步，猩红的嘴角微扬，苍白手指抵在唇上，做了个细声的手势。就在红纸即将淹没陈默时，2声玻璃报鸣传来：寒霜街128号发现灾厄，破坏力4级，请求执法官支援。2道黑红制服的执法者破窗而入，一人对着对讲机喊：“支援出动，尽量拖住。”另一人苦笑：“4级灾厄，我们拖不住。”虚无中的观众发出一声轻吟，像是发现了新玩具。红衣陈岭随手一弹，陈默七窍流血，应声昏厥。拉开距离，保命要紧。一名执法者后退，拔枪扣动扳机，黄铜子弹刚飞出，就化作细小红纸，消散在半空。红衣陈岭抬手，无数纸片从细袍宽袖钻出，像游蛇般缠住2位执法者，纸片骤然扭曲成麻花，将2人重重摔在地上。观众期待值1，当前期待值15。红衣陈岭的身形骤然膨胀，戏服被撑开，无数张人脸似要从肌肤下破出，混乱的低语充斥房间。几秒后，他变成浑身飘着红纸触手的怪物，纸片上睁开一双双猩红眼瞳，再也看不出陈岭的模样。怪物撞破纸门，冲入雨幕中的街道，化作红影飞掠而出。几乎同时，一道黑衣身影划破乌云，紧随其后，发现目标灾厄。韩征的声音平静，对讲机里传来担忧的声音：“是灭世级吗？气息最多5级，昨晚确实有灾厄降，只是指针误判了强度，5级也危险，蒙哥小心。”韩征没回应，跟着红影来到3区边缘的荒野，像炮弹般砸落地面。咚！无形气浪炸开，飞沙四溅，红影被迫停住。密密麻麻的红纸触手在风中摆动，所有眼瞳齐刷刷望向尘埃飞扬处。一道身影低头点燃粗烟，缓步走出。黑色风衣下摆的4道银色纹路微微亮起，无形领域张开，将红纸怪物笼罩。我是极光界域3区执法官总长韩征。他夹着烟，另一只手掏出漆黑手枪，拇指拉下保险，领域中的沙石微微震颤，一缕杀机锁定怪物。他双唇轻启，话语带着法则般的韵律：“我秉持人类文明之正义审判你死亡。”韩征扣下扳机的瞬间，机括轻响，却没有子弹射出，但他身前的大地骤然崩解，土壤与碎石在无形力量下泯灭成虚无。一枚解构子弹以1/1000秒的速度闪至红纸怪物面前，无形的解构之力撕开怪物的红纸触手，一道半径1米的圆形伤口贯穿他的身躯，透过缺口甚至能看到远处的3区街道。这一枪直接泯灭了他2/3的躯体。可韩征刚要收枪，一扁突生，被开了大洞的怪物竟毫发无损。红纸疯狂延伸，2秒内不仅补全伤口，体型还暴涨3倍，像一轮纸扎的巨型红日悬在荒野上空，无数纸片在周围扭曲。观众期待值1，当前期待值14。韩征瞳孔骤缩，抬枪连扣3次扳机，解构之力在红日身上破出3道缺口，细雨从洞口落下，打在他凝重的脸上。下一秒，密密麻麻的纸片如红雨倾落，瞬间将荒野扎成马蜂窝。韩征疯狂开枪，却只能勉强撕开一道缺口保命。糟了！韩征后背被汗水浸透，怪物的气息竟从初入5级飙升至5级顶尖，差一步就到6级。就在这时，一只细袍手掌从怪物体内探出，精准按在韩征头顶。嘻嘻的笑声在耳畔响起，韩征被一掌摁倒，头颅重重砸向地面，轰！大地龟裂，韩征喷出一口鲜血，像烂泥般瘫在地上不动。漫天红纸收回怪物体内，细雨洒在疮痍的荒野上。可怪物正要离开，那只细袍手臂却突然反扣住红纸本体，用力撕扯，似有什么要从里面钻出来。5分钟前，剧院内观众开始介入演出。陈岭看着屏幕上的字，心头一凉。他抬头望向观众席，黑暗中猩红的瞳孔仍在注视他，可角落的木椅已空了一片，部分观众消失了。咚咚咚，观众席上的黑影用脚掌整齐地践踏地面，沉闷的声响在狭小空间里宛若雷鸣。聚光灯微微颤抖，
舞台都似在晃动。陈岭瞬间明白，现实中自己被砍死，导致表演中断，观众愤怒却无法直接交流，只能用跺脚表达不满与威胁。我其实没死。他怔怔看着双手，那操控我身体的是谁？他猛地拉开舞台后半截的黑色幕布，画面涌入脑海，自己把餐刀变纸片，吓晕李素兰夫妇，与执法者战斗，像在看第三视角的影像，而主角已成篡夺身体的观众。观众期待值1，屏幕字符跳动，又一批观众消失。陈岭发现自己的身体正在透明，期待值越低，介入的观众越多，我的存在也会被抹去。他知道必须夺回身体，要么赢，要么死。陈岭深吸一口气，伸手向幕布后的画面探去，指尖触到一层柔软却坚韧的膜，试了几次才勉强穿过一根手指。有机会，他用尽全身力气，让手掌、小臂慢慢穿过屏障。可此时屏幕在跳，观众期待值1，又一批观众消失，屏障似更坚硬了。不是屏障变强，是他的身体变虚弱了。陈岭咬牙坚持，手臂穿过幕布的速度慢了数倍。他估算，若期待值掉到10，自己就再也穿不过去了。终于，整只手臂通过幕布，他看到画面里韩征在红雨下苦苦支撑，犹豫片刻后，借红纸怪物的力量，一巴掌将韩征拍晕。这样，就没人会看到他回归现实的场景。随后，他用现实中的手臂反扣住幕布，用力扯出一道缺口，另一只手伸过去将缺口掰大，直到能容纳身体通过。陈岭深吸一口气，纵身扎进了幕布之中。穿细袍的身影从红纸怪物体内挤出上半身，倒挂在半空。怪物察觉陈岭要脱离，疯狂挣扎，躯体像被雨水打湿的纸般逐渐透明。陈岭被挂着贴地摇摆，头晕目眩，而撕开的缺口不停蠕动，想将他重新吞回。哥，浑身湿透的少年奔过疮痍大地，一把抓住陈岭的手臂，用力向下拽。借力之下，陈岭下半身彻底脱离纸片，穿过剧院与现实的间隙，重重摔在泥泞里。几乎同时，空中的红纸怪物融化消失，仿佛从未存在过。陈岭仰面躺着，粗重的呼吸，雨云压得极低，零碎水珠顺着发梢滑落。模糊中，一张熟悉的脸凑到眼前，焦急地摇晃他。哥，你没事吧？晕眩感褪去，陈岭定睛一看，愣住了。阿燕，你怎么在这？眼前的少年是他的弟弟陈燕。在原主的记忆里，陈岭这辈子最珍视的就是2件事：考上执法者，以及这个弟弟。陈燕不聪明，成绩倒数，说话磕磕绊绊，是学校里最易被欺负的类型，却从小就黏着陈岭，无论他做什么都无条件信任，哪怕小时候被陈岭埋进沙子差点憋死，醒后第一反应也是对着他傻乐。这份纯粹的依赖，让平凡的陈岭在弟弟眼中看到了被憧憬的自己。我手术醒了，就在医院等你们。陈燕浑身发颤，语无伦次。听说灭世灾厄入侵，我怕你们出事，就趁人不注意偷跑出来了。2区和3区外面封得严，但2区之间守的人少，我偷偷溜过来的，刚好看到你被怪物吊着，你不该来的。陈岭撑着地面坐起身，看着弟弟湿透的衣服和冻得发红的脸，心情复杂。他想起李素兰和陈默的阴谋，为了给陈燕换心，他们杀了原主。从结果看，是陈燕间接害死了原主，可陈燕对此一无所知。他只是个15岁的孩子，乖乖躺上手术台，以为父母找到了治病的办法，从没想过自己的心脏来自哥哥。陈岭的目光落在不远处的韩征身上，还没等他开口，陈燕先变了脸色，声音发紧：哥，你杀人了。我没杀他。陈岭下意识反驳，可话到嘴边又卡住，他该怎么解释？解释自己观众夺舍，解释那红纸怪物是怎么回事。陈燕亲眼看到他从怪物体内出来，此刻他脖颈上还留着狰狞伤口，浑身是血，怎么看都不像正常人。他怕陈燕也像父母那样把他当成怪物，可陈燕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厉色眼眸里没有丝毫恐惧。他沉默片刻，转身走到韩征身边，弯下腰，用尽全身力气将人背起，摇摇晃晃地往荒野深处走。你要干什么？陈岭愣住了。少年单薄的肩膀扛着比他重1倍的韩征，每一步都在泥泞里踩出身印，却仍咬着牙踉跄前行。哥，他是执法官，杀执法官是重罪，不管是不是你杀的，被发现了他们都会来抓你。我帮你埋了他。看着弟弟坚定的背影，陈岭心头猛地一颤，连忙起身追上。阿燕，别傻了，他还没死。陈燕茫然回头，正好看见韩征的眼皮轻轻颤动，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呻吟，显然快要醒了。他惊呼一声，重心不稳，连人带韩征一起摔在地上。韩征的眼缝刚睁开，一道红影突然冲过来，陈岭抡起拳头狠狠砸在他的后脑，砰！刚要苏醒的韩征瞬间软下去，再度昏死过去。陈岭甩了甩发麻的手掌，松了口气。他在剧院里看过韩征的本事，
那无形的解构之力根本不是现在的自己能抗衡的。一旦韩征醒了，他们俩都跑不掉。快走！陈岭拉起陈燕的手，转身就往荒野深处跑。3区内肯定还有其他执法者，韩征来得快，其他人也不会太远。再拖延下去就彻底没机会了。大雨越下越急，冲刷着满目疮痍的大地，泥泞将两人的足迹彻底抹去。几分钟后，一群穿着黑红制服的执法者匆匆赶到，只看到躺在土坑里不省人事的韩征，以及空荡荡的荒野。审判的气息没了，灾厄的气息也消失了。蒙哥大概得手了，韩征速度太快，想蹭功都没机会。雨夜中，4道黑风衣身影疾驰向荒野战场，是3区其余几位执法官。他们望着满目疮痍的地面，暗自啧舌这场战斗的破坏力远超想象，这灾厄不简单。一人说着，目光扫向战场另一侧，那里躺着个浑身是血的身影，一动不动。蒙哥，一位执法官立刻冲上前，抱起韩征叹气息，还活着。其余3人对视一眼，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。站在中间的马中3区执法官第2席对两人轻轻摇头，压下了其他心思。灾厄尸体呢？没见着，难道跑了？众人在周围搜索，可雨水早已冲掉所有痕迹，那只与韩征厮杀的灾厄像人间蒸发般没了踪影。马哥，远处传来急促的呼喊，一名执法者匆匆跑来。2区传情报，昨晚那边遭灾厄袭击，半条街被血洗，死了36人。什么？马中诧异，是同一只？不是，那只是3级灾厄。执法者解释，他杀完人就往后山跑了，不排除进入3区的可能。2区伤亡太重，执法者忙不过来，想让我们派点人手。知道了，交给我。马中点头。众人抬着昏迷的韩征往医院赶，他却留在原地，目光扫过战斗废墟，又望向夜色中的后山轮廓，低声呢喃：同一个灰界交汇点，2只灾厄有点意思。哥，我们不跑吗？夜色渐浓，陈岭和陈燕沿着无人小路往寒霜街走。陈燕挠着头，满脸困惑，刚跟执法官对上，怎么还往回走？跑去哪？陈岭反问，语气无奈。极光界域就1城7区，普通人进不去极光城，2区3区又封了，没地方可跑。那躲山沟里，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陈岭含糊带过，心里却清楚真正的原因。观众期待值还卡在20，再不搞出精彩情节，他又要被夺舍成怪物，根本没法一直躲。陈燕没多想，哥哥这么说肯定有道理。阿燕，你不怕我吗？黑暗中，陈岭突然回头，你看到了，我刚才变成了怪物。陈燕低头沉默片刻，声音很轻却坚定，哥，变成怪物也没事，只要你还是你。你怎么确定我还是我？就是感觉。陈岭深深看了他一眼，黑暗里少年的脸模糊不清，可那份信任却格外清晰。他转移话题，你身体怎么样？心脏移植后不是要休养吗？这么跑没事，医生厉害，我恢复得快。陈岭恍然，这世界有超凡力量，连心脏移植都能靠特殊手段实现，快速恢复也不奇怪。他又想起什么，指着陈燕的脖子，我送你的平安符呢，你平时都挂着的。陈燕摸了摸胸口，空空如也，可能跑回来的时候丢了。没事，回去再给你做一个。哥，你不洗洗吗？陈燕看着他满身血迹，这样上街会吓人的。陈岭这才反应过来，摸了摸脖子，满手黏腻的血。奇怪的是，从红纸怪物体内出来后，脖梗的伤口恢复得极快，半小时就愈合了大半，只是看起来依旧猩红狰狞，像从地狱爬出来的恶魔。两人找到附近一条溪流，陈岭脱下大红细袍，开始清洗身上的血。哥，你怎么穿我的细袍？陈燕终于问出了疑惑。陈岭愣住了，他记得自己被砍死时没穿这个，原主昨晚回家时披着的。听陈默夫妇说，这是他们裹尸体用的衣服，可这次他们没给尸体穿，细袍怎么又回到自己身上了？他想不明白，索性不再纠结。穿越到这世界后，怪事本就够多了，本想把这晦气的细袍烧掉，可看到陈燕可怜巴巴的眼神，还是叹了口气，连细袍一起泡进了水里。这件细袍确实是陈燕的。8年前，一支破旧戏班子来3区搭台唱戏，7岁的陈燕从此迷上了戏剧。那时戏剧文化本就冷门，戏班子搭了2天戏台，只来了5个人：陈岭兄弟、路过的挑夫、讨饭的乞丐，还有一位慕名而来的2区老师。整场戏只有陈燕和老师认真听完，陈岭听到一半睡过去，挑夫开场就走，乞丐还因讨饭被武生踹走。可陈岭记得，弟弟望向舞台的眼神里满是光。从那以后，陈燕开始自学戏剧，淘来2本书练唱腔、抄剧目，甚至学着针线缝戏服。陈岭身上这件衣角就有他绣的一朵小兰花。喏，还给你。陈岭洗完戏袍递过去，看向溪水中的倒影，伤口和血迹基本消失了。两人沿小路摸到寒霜街边缘，望向家的方向，
大门破碎的屋子被警戒线围得严严实实，几名黑红制服的执法者在里面穿行。门口的担架上，2具盖着白布的尸体格外扎眼。没救了！一名执法者惋惜地看着白布，这2位是蒙哥下令跟踪陈家夫妻的，估计强闯进屋跟灾厄搏斗时牺牲了。那对夫妻呢？也死了没？执法者指向门口，李素兰和陈默正被人扶着出来，双瞳涣散，脸色煞白，浑身抖得像筛糠，失魂落魄。他们没反抗，倒是活下来了。那2位执法者拔枪激怒了灾厄，才被击杀。估计灾厄当时在玩弄他们。有线索吗？几乎没有。灾厄能力古怪，把屋子拆了大半，连他从哪闯进来的都没法判断。他偏偏闯这户，是巧合不好说。寒霜街在3区外围，后面是后山，再往后就是灰界交汇的乱葬岗和2区。要是灾厄从灰界出来，先去2区杀人，再逃进后山，最后冲来这里，路径和几个2区命案也在后山附近。对，几个地点离得近，还在一条线上。2人正说着，一声尖锐的嘶吼突然炸开。灾厄！灾厄！李素兰猛地挣开执法者，像见了鬼似的连滚带爬后退，死死瞪着前方。你们休想害我！他撞到扶着沉默的人，沉默瞳孔骤缩，瞬间缩成一团，爆头蹲在地上，嘴里嘀嘀咕咕念着胡话，满眼恐惧。执法者们对视一，脸上满是无奈，熟练地用绳子捆住2人，往他们嘴里塞白布，防止吵闹，抬着往3区总部走。陈岭松了口气，林医生说过，遭遇灰界或灾厄的幸存者，8成会精神失常，且大多终生难愈。如今亲眼见过他变。灾厄的4人里，2位执法者已死，李素兰和陈默疯了。他的身份总算暂时安全，还能以陈岭的身份在街上走。可他仍觉得不保险，得想办法彻底阻断他们的调查，不能把命运交在别人手里。就在这时，一道身影突然冲了出去。爸妈！陈燕满脸焦急，向着被带走的父母狂奔。他才15岁，看到父母从废墟里出来被绑走，只觉得天要塌了。陈岭下意识想拉他，犹豫片刻后，还是紧跟上去，也喊着爸妈。执法者们回头，见2个少年跑来，低头翻了翻资料。陈家是有2个孩子，一个18，一个15，刚才没在屋里找着尸体，倒是自己出来了。几人低声感叹可怜。陈燕冲到李素兰面前，刚要开口，李素兰的瞳孔突然剧烈收缩，她不知怎么吐掉了嘴里的白布，指着陈燕嘶吼：灾厄！你也是个灾厄，你也想杀我！陈燕瞬间僵在原地，脸上的焦急凝固成错愕。陈琳缓步走到陈燕身后，目光穿过执法者人群，与李素兰对上。看到她的瞬间，李素兰瞳孔再度骤缩，疯了般挣扎：你是你该死，早就该死了！灾厄！你是灾厄！嘶吼声在夜色里回荡。陈岭静静站着，眼底满是复杂。他轻声喊陈燕：阿燕，你去那边等我，这里我来解决。陈燕呆望着发狂的母亲，被唤回神后，沉默着点头，独自走到墙角黑暗中，双手抱膝缩成一团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，嘴都塞不严。一位执法者瞪了同事一眼，捡起掉落的白布，重新塞进李素兰嘴里。他转向陈岭，语气缓和：孩子别往心里去，你妈妈已经疯了，分不清自己在说什么。我们会送他们去精神病院治疗，还有恢复的希望，你随时等子探望。执法者递个眼神，众人加快脚步，将李素兰和陈默往总部带。陈岭望着他们的背影，心情复杂。这2人养大原主，却又夺走他的命。可从原主的记忆里，他感知到的不是怨恨，更多是对陈燕的在意。若当初他们如实相告，原主或许会自愿换心。可惜他们从未相信过这个捡来的孩子。你就是陈岭。一道身影走近，刚才去哪了？陈岭回头，故作失神片刻，沙哑开口：大人，这里出什么事了？该我问你。对方皱眉，随即放缓语气：一只灾厄闯进你家，吓到了你父母，好在他们没反抗，人身不危险。哦，陈岭像是刚反应过来，今天我带弟弟去练传统戏剧了。他抬手，怀里抱着叠得整齐的戏袍。执法者的警惕松了些，没人会无故带戏袍出门。他信了大半，仍按流程问：去哪练的？有人看见吗？寒霜街东头的荒地，没人看见。我弟弟脸皮薄，不敢在人多的地方唱。执法者点头：最近别乱跑，发现可疑的找我。我叫江晴，每天在这巡逻。对了，你弟弟呢？被我妈吓到了，躲在那边。陈琳指向墙角的黑影，江晴瞥了一眼，没再多问。突然，江晴像是想起什么：你们家有几个孩子？2个。江晴眼睛一眯：2个。陈岭心头一沉，多年的表演经验让他敏锐捕捉到语气里的不对劲。他稳下心神，故作天真反问：怎么了？资料上写2个，你也这么说？江晴缓缓道：但昨晚我们在乱葬岗碰到你父母，他们说去祭拜儿子，你们俩都活着，他们祭拜的是谁？气氛瞬间凝固，陈岭思绪飞转，
脸上露出了然。您说的是早夭的弟弟？爸妈生了阿燕后，还怀过一胎，可妈妈身体不好，孩子生下来没几天就没了，埋在后山。每年他生日，爸妈都会去祭拜。当时阿燕才2岁，我也记不太清。这话是他留的后手，既解释了祭拜的事，又能以记不清避开深入追问，还防止江晴分开审讯他和陈燕。原来是早夭，难怪资料没记录。江晴没起疑心，随手记了一笔，转身要走。陈岭刚松口气，江晴又回头。哦，对了，陈岭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。江晴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他，这是在陈默身上发现的。执法者召集信，明早去总部报道，别迟到。说完，这次真的走了。执法者全部离开，寒霜街重归冷清。陈琳走到墙角，看着低头的陈燕，一时语塞。陈燕再傻，也该猜到闯家的灾厄是自己，可他不知怎么解释呗。观众，夺舍的是哥。陈燕轻声开口，我累了。没有愤怒，没有质问，只有疲惫。他厉色的眼眸依旧清澈，像往常一样安静地看着陈岭。陈岭怔了许久，弯腰摸了摸他的头发，累了就睡，哥守着你。家已经破败不堪，客厅塌了大半，屋顶破了2个大洞。陈燕回到熟悉的床上，在被子里蜷缩成一团。陈琳倚着断墙坐下，透过破洞能看到蓝色极光在黑夜中飘舞。